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8月31日，831談真相。即係我讀歷史學咧，有啲人就話：喂，八仙嶺你都揾唔到真相啦，你歷史你點揾真相啊？喂，我讀歷史學20幾年啦，就發現咧，讀歷史學當然係揾唔到真相啦。譬如話秦始皇啊，到底個老豆係邊個啊？係咪呂不韋啊，還是係異人啊？咁呢個梗係唔知啦。司馬遷隔咗咁長嘅時間然後咧睇史料去推敲出嚟噶嘛。咁呢個不能夠視之為真相喎。只能夠視之為一種推論嚟嘅啫。咁但係咧，我哋讀歷史咧就有效地揾到邊啲人篡改歷史事實。歷史嘅真相我哋唔知，但係淹沒真相嘅人咧，我哋就知。譬如話咧，宋太祖趙匡胤之死，到底太祖係咪有傳位俾佢嘅細佬太宗咧趙光義咧？睇史書咧，我哋睇到咧，佢係有修改過真相因為唔同嘅時代咧，整個宋朝不斷喺度改緊個版本嘅。包括咧呢個趙普宰相趙普，佢哋早期咧同埋後期個講法都係唔一樣嘅。呢個睇史料裏邊咧就睇得清楚啦。咁即係肯定係有人係刪改真相啦。咁刪改真相又唔代表一定係太宗殺死太祖嘅，只係可能咧係代表咗太宗咧趙光義咧為咗加強自己嘅合法性就作咗好多咧史料出嚟，什麼金匱之盟等等等等，就不斷作咗呢啲咁嘅資料出嚟喎。借趙普之口，咁所以我哋睇歷史咧就好有趣，揾真相就談何容易，但係揾邊啲人篡改真相咧就易如反掌喎。唔好以為冇人知喎。咁我哋知道嘅。咁嗱，首先咧我今日要講呢篇文章係10年前2015年嘅時候，中國咧當時仲係比較開放嘅中國，我仲喺深圳大學教緊書嘅時候啦，2015年咁2015年咧嘅時候咧就有一篇文章就係嚟自《人民日報》嘅，佢係反駁咧當時喺微博咧好流行嘅一種講法，就話咧共軍其實咧打咗8年抗戰，原來只係殲敵咧幾多人咧？殲敵851人嘅因為咧佢就話咧根據呢個嘅紅旗文稿嘅文章就話日本公布咗2次世界大戰在華陣亡嘅數據，死於國軍之手係318883人。死於共軍之手係851人，同社會科學院嘅數據吻合。八團大戰擊斃咧係302人，平型關大捷咧係167人。兩場中共咧最犀利嘅戰爭咧，原來只係打死緊百幾個日本人嘅，咁就唔係好似咧習近平上台所講啦，又話喂係呢個嘅中流砥柱因為咧喺毛澤東嘅年代咧，一直就話咧共產黨八路軍其實係呢個嘅抗日嘅敵後游擊嘛。而咧彭德懷同埋林彪死咗之後咧，紅衛兵對佢哋嘅一個批判死咗都要接受批判嘅，唔好以為死咗冇事死咗都要受批判噶因為死咗你個仔女都係黑五類嚟噶嘛，或者同你有關係嘅人都係成分有問題噶嘛。佢哋就話咧彭德懷同埋呢個嘅林彪分別係打過八團大戰同平型關大戰，就係暴露共軍實力毛澤東嘅年代一直係不忌諱地講抗日戰爭其實就唔關共產黨事多次係感謝過日本訪華嘅首相外相，就係多謝佢哋攻打中國噶嘛。呢個毛澤東嘅時代係咁樣嘅，但係去到習近平嘅時代咧，由敵後游擊幾十年嚟嘅主流講法扭轉咗，變成咗係抗日戰爭嘅中流砥柱。咁所以咧喺2015年嘅時候咧，呢個嘅人民日報就呢篇文章反駁啦。佢反駁咧就話絕對唔可能。嗱，首先我哋要解釋下日軍嘅數據係點樣嚟嘅。我哋睇嗰啲宮崎駿嘅電影啦，或者係睇嗰啲美國電影都知啦。喺美軍或者日軍，你屋企咧有人參軍死咗咧，係有人跑上門通常揾個小學生喺日本就跑上門然後通知你，或者咧高級啲咧就有啲軍人咧喺度送套軍服俾你嘅。咁但係唔係個個都送到軍服噶嘛軍服第一就好貴啦，第二咧就戰死沙場嘅時候咧，你屍體都未必執得翻噶嘛。咁所以咧就往往咧就送支日本嘅軍旗國旗，咁就有晒記錄嘅。同咧中國嘅軍人唔同，中國軍人咧第一就有好多係拉夫上陣嘅。喺當時咧國軍咧好多都係原本啲軍閥嘅軍隊，有好多係山賊嚟添。其實係拉夫上陣湊集成軍。咁就算後來咧10萬青年10萬軍嗰個時候咧，喂，你都係冇資源去送啲情報、送啲資訊翻去俾佢屋企人話佢死咗，地址都唔齊全啦。加上抗日戰爭嘅時候咧，啲人係流散到去即係各地噶嘛，流散去各省唔同嘅地方啊嘛，都通知唔到，所以咧國軍死嘅人數咧
其實就係唔知嘅。咁啊，唯一知咧就係咧喺呢個嘅日軍嗰個史料裏邊咧，佢哋又會記載佢殲敵咗幾多人，有幾多人俾人殺死。咁啊就係有幾套書啦。咁啊呢個書咧就係大概係10幾年前左右咧就上載晒上網。咁所以咧變成咗我哋研究呢啲史料咧，第一就唔需要去當地啦。以前你要查檔案館啊嘛。咁啦嗱呢套書譬如話而家我手上呢個就係咧華北治安戰啊，日本嘅書就叫北之治安戰，就記載咗昭和13年啦，9月15號嘅時候畫嘅，就唔同嘅戰役咧係有幾多人死咗，唔同嘅戰役咧部署咗咧幾多軍隊喺唔同嘅地方嚇。咁其實全部咧呢啲資料咧係有齊晒嘅，咁啊上晒網嘅。而家係呢個叫戰史史料戰史叢書索檢。咁啊呢一本咧係其中一本咧最有名嘅，就叫北之治安戰，就好多冊嘅。咁我而家手上呢個咧就係第一冊。咁啊所以咧就係呢啲咧就揾到晒日軍咧到底有幾多人死咗。咁你又計到數啦，佢喺邊場戰役度死噶？係咪台兒莊大戰度死啊？還是喺八團大戰度死？用呢個數據逐個揾出嚟去推算，有人就咁樣推算到咧係有851人咧係死於同共產黨有關嘅戰役。不過呢個講法咧，我就話俾大家知，應該係唔準確嘅嚇，係絕對唔準確嘅，唔止851人。我講咗個結論先。咁但係咧，我又推算一下咯，幾多人咧？咁啊嗱，人民日報啊10年前嗰篇文章咧就話啦，喂，梗係唔止800幾人啦，我哋揾一揾啦。睇啲書就知啦，包括咧有6卷叫《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2卷華北治安戰，單行本嘅長沙作戰、河南作戰、湖北作戰、廣西作戰、香港作戰都計埋喎。呢個昭和17、18年嘅中國派遣軍作戰等等，就計咗絕對唔止啦。因為點解咧？你見到共產黨嘅貢獻好偉大，淨係38年8月至到39年嘅10月，1年多嘅時間啊！就已經有2250次喎，喺日軍嘅記錄裏邊有2250次，平均每日有5次。呢個係敵後游擊嚟喎嚇。你即係大部分咧就係見到日軍可能有3幾個落單嘅士兵，或者有守住某啲嘅崗位，然後就去附近騷擾佢，去發射下子彈。咁但係發射子彈咧，一般嚟講係擊斃唔到日軍嘅。咁因為你睇到條數啦嚇，以呢個日軍嘅第27師為例啊，喺39年1月咧至到40年嘅11月啊，呢個27師咧係戰鬥咗幾多次啊？29,168次喎，其中咧佢主動日軍打中國嘅軍隊係得2,759次啫，全部都係咧基本上咧剩翻嘅25,000次左右、4,000次左右啦，都係中國軍隊打佢。但係中國軍隊打佢咧就唔係全部都係共產黨嘅，其實呢啲呢唔，所以咧其實佢呢個咧記載嘅時候 mix up 咗，好多都係咧。呢個嘅國民黨嘅軍隊嚟嘅，唔係淨係共產黨，但係佢呢個文章寫嘅時候咧，就冇將佢分清楚啦。咁然後啦，呢個嘅佢再記錄咗日軍嘅一個將領啊，叫做江川力次，佢就回憶啦，佢話共軍的確係長於謀諜嘅，而且足智多謀，故經常出現我小部隊被全殲滅嘅狀況啊。佢話佢哋嘅小部隊咧，經常係被全殲滅嘅。小部隊通常就係3個、2個、5個呢啲日軍去巡邏嘅時候就遇到呢個共軍啦，咁經常係出現咗嘅。咁仲記錄咗8團大戰喎。8團大戰咧就係華北治安戰，頭先我講嗰本書啦。呢個9月24號就發生咗呢個8團大戰。咁當時8團大戰咧，呢個嘅129師386師同埋咧385旅。咁日軍咧有8000人喺嗰度咁然後咧就好多受到呢個嘅咩好多受到呢個攻擊喎。咁最終咧寡不敵眾啊，有一啲咧唔同嘅留意啊，呢個係講警備隊係受到全殲嘅，戰死咗係80人啊。原來8團大戰呢個重要史料咧就係全殲日本嘅警備隊80人。咁呢啲警備隊係咪日軍我都好懷疑啊，好多數都係中國人啦。就喺呢個淪陷區裏邊，可能係即係原本嘅公務員嚟喎，然後就加入咗去喎。咁所以咧佢就話咧，共軍全殲咧851人咧係絕無根據嘅，就絕對冇。因為咧你睇翻下邊有一啲嘅零星嘅史料嘅見啦，淨係呢個38年至到39年已經喺呢個嘅陣亡者咧係533人啦。咁但係問題呢533人係咪全部都係共軍發起嘅咧？喺呢個第3期嘅肅
正作戰期間喎，喺嗰個期間作戰啫。咁但係嗰個期間有冇其他嘅中國嘅軍隊志願軍啊、義勇軍啊？呢個國軍係加入咧？呢度又冇搞清楚喎。反正就喺咧第3期肅正作戰，因為同一個地域咧，其實有國軍又有共軍喺度。但係佢話呢533人陣亡啦。咁好啦，然後後邊咧27師咧再報告喺39年至到40年咧就喪失咗649人喎，日軍。上邊就533啦，呢度649，下邊咧再有276然後咧再下邊咧就另外一場戰爭133然後就有14名軍官161名嘅一個戰士死亡嘅。咁呢個日軍呢個冀中3號作戰裏邊，咁加下咧加到幾多咧？就係2352人，呢個就係可核查嘅數據，2352人就係日軍死於咧共軍攻擊期間戰死。嗱，我講係話日軍係死於共軍咧攻擊期間戰死，因為攻擊期間咧就唔係淨係共軍攻擊，同一時間有唔同嘅勢力咧都攻擊緊，就2000幾人。所以可核查就日軍咧係殺死咗被共軍殺死嘅人咧係2352人。咁當然呢啲係記錄咗嘅，有啲可能冇記錄嘅落單嘅，加埋咪可能2-3千人咁上下啦。咁但係咧呢篇文章咧話鋒一轉就話，哇，你話2000幾人都係好少啫。咁但係共軍咧係殺死咗日軍有記錄嘅2000幾人，其實國軍都係好少啫。佢話國軍咧聲稱長沙會戰就殺死對方4-5萬人噶嘛。咁但係咧根據日軍嘅記載長沙會戰喺第一次日軍係死咗1591人啫。咁第二次咧都係呢個數目咁上下嘅啫，都係戰傷4000幾人嘅，就唔係好似國軍咧所講話為由呢個嘅戰將薛岳所指揮嘅，係殲敵4-5萬人。其實呢個咧好容易理解啫嘛。呢個古代成日話乜長平之戰慳殺幾多人甚至乎咧項羽屠城屠兵之後咧即係呢個咩史記就話記載啦，渭水為之不流呢個曹操咩80萬大軍呢個嘅赤壁之戰，嗰啲全部都係督數嘅。喺古代嘅戰爭咧，全部都督數，明明得2萬人咧，就話自己有20萬大軍嘅。咁所以國民黨一樣啦，殲敵4-5萬人咧，根據日軍嘅記載咧，其實都係千幾2000人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呢度話，喂，千幾2000人，同呢個國軍講4-5萬人，咁我哋話自己係中流砥柱，其實戰死殺死咗日軍2000幾人都差唔多啦。其實佢嘅意思係咁解咯。呢個就係一個宣傳戰嚟噶嘛，有作用啊嘛。你報章度大話長沙會戰擊斃日軍4萬人5萬人，咁你梗係令到士氣大增啦。呢個喺戰時咧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而家問題過咗戰爭80週年啊嘛，過咗80週年，我哋可以好客觀地話俾大家知，根據日本嘅史料而家咧就係喺同國軍戰死沙場嘅戰爭嘅情況啦。日本嘅史料話大概咧有31萬人咧係同國軍正面交戰嘅時候而戰死嘅。咁當然有一啲係負傷，有啲係失蹤，有啲係死亡。咁但係加埋31萬人啦共軍咧所有嘅加埋戰爭死亡咧約萬餘人到啦。其實係呢條數咧，其實而家史料咧大概係咁樣。當然就做呢啲數據咧就冇辦法咧係好完整地做到嘅，係冇辦法嘅。因為頭先所講啦，戰爭期間啲人係流散嘅，有啲失蹤其實未必係戰死啊嘛，有啲病死因為好容易病死你中咗1-2個子彈或者咧係受咗傷，然後再拖下一場戰爭嘅時候佢就病死咗。咁成日都有啲咁嘅情況。但係對咗條數啦，但係31萬咧就係國軍嘅，數千至萬餘咧就係共軍。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清楚說明啦，邊啲先係中流砥柱，就肯定係國軍先係中流砥柱所以咧蔣介石蔣公就係戰爭英雄啦。如果係咁講，因為中國戰場佢係中國戰區嘅總指揮啊嘛，司令官啊嘛就係由佢領導底下抗戰8年就擊潰咗日軍30餘萬人共軍咧就數千至萬餘人。當然整場戰爭咧日軍咧死亡人數就係212萬人 OK 應該咁講因為要睇英文轉翻嚟有啲麻煩。呢個係日本厚生勞動省嘅數據大概210萬左右啦。呢個係戰爭再加呢個嘅戰時病死餓死嘅一啲呢啲人口。而中國本土戰場咧就頭先所講啦，
31萬人啦，再加呢個嘅共軍嘅數千人啦，咁啊再加埋餓死啦、病死嘅日軍啦，就48萬人。呢個就根據咧美國國會圖書館嗰個數據嚟嘅。咁當然準確度我都覺得仲可以打個折。咁但係大抵如是啦。咁但係咧美軍所擊潰嘅日軍就犀利啦。喺南太平洋戰爭上邊咧就有68萬4千人，中太平洋戰爭咧就有27萬3千人。咁啊呢個係主力咧就由美軍嘅。咁仲有咧阿留申就大概8000人到啦。咁即係簡單嚟講，就約96萬5千人咧，就嚟自美軍係擊潰，或者同美軍戰爭嘅期間咧，日軍嘅傷亡人數，以及呢個嘅即係其他病死啊、戰死啊等等等等啦。咁啊，中國嘅戰場頭先所講啦，中國嘅戰場就係30餘萬人。咁啊，而呢個印度、緬甸嘅戰場咧，咁都有中國嘅遠征軍，再加埋咧印度嘅英國殖民地部隊以及英軍等等，咁大概嗰度有12萬8千人左右。咁所以呢場戰爭咧，邊啲係中流砥柱咧？如果講整個對日戰爭，就一定係美軍啦，再遑論後來嘅2個原子彈。咁啊，其次能夠拖到呢個日軍喺中國嘅主力戰場裏邊咧，係唔能夠即係3月亡華。咁呢個主要嚟自國軍，就因為咧日軍咧喺中國戰場咧就久攻不下，所以就後來急起上嚟咧就擴大咗去太平洋戰場，自招滅亡。咁啊，共軍咧就頭先所講啦。2000幾人係俾佢擊斃，呢個就係官方有跡可尋。OK， 咁啊連埋戰死啊啲各方面啦，最多1萬人左右已經係算係好高估啊！咁所以咧歷史真相我哋冇辦法得知，但係扭曲歷史嘅真相咧，我哋就輕而易舉得知。邊啲人係由敵後游擊變成咗中流砥柱？咁所以我哋睇南京照相館好憤恨啊！睇731好痛苦啊！我哋呢啲咧要銘記歷史嘅教訓。但係都不忘咧戰爭嘅英雄，蔣公嘅功過咧，歷史自有功啦。但係不能夠否認咧，沒有蔣介石嘅帶領咧，抗日戰爭咧喺嗰一刻絕不能成功。所以蔣公一生咧，佢固有好多，譬如話白色恐怖剿匪不力有各方面嘅一啲問題私德各方面嘅問題。咁但係咧喺抗日戰爭上邊咧，呢個係不能夠否認嘅，所以佢被稱之為咧當時以呢個羅斯福、丘吉爾史泰林同埋咧蔣介石咁呢個4大巨頭嘛。咁就係呢個4大巨頭喺歷史上咧應記一個恰如其分嘅評價。咁 anyway 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對歷史事實咧有一啲嘅了解，唔好俾人哋忽悠長期俾人洗腦之後咧，就好容易變成一個極端嘅民族主義。對於日軍侵華，我哋要銘取教訓，就係咧民族主義嘅可悲可恨成日宣揚呢個大和民族偉大復興宣揚日本嘅崛起。咁呢個咧就導致到咧好多日本人嗰刻咧被洗咗腦，最後去參軍喺國內支持戰爭。咁一定要銘記呢個歷史教訓。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好嘛？多謝大家支持 ，like、subscribe、share， join 我嘅會員頻道，裏邊有大量嘅獨家內容喺裏邊。而且咧有優先睇嘅，多謝大家，拜拜。